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肖战关系疑变味，秦俊杰背对无辜，真正原因是李现太能撩。哎呦，这次真是把我看得有点瞠目结舌。你说杨紫和肖战关系变味了，我真是感觉有点荒谬。别说，刚刷完昨晚那场剧组现场，杨紫和肖战的互动还挺自然的，谁都能看得出那浓浓的兄弟情。也就隔了那么一点距离，突然就有人开始扯关系变了，就像一夜之间，天空都变得乌云密布了似的。我不是说我八卦多厉害，可杨紫以前那般热情洋溢对待每个合作伙伴，跟肖战也是关系不错。拍戏期间各种私底下的互动、照相留念之类的，别人看着都觉得纯粹是朋友而已。杨紫和肖战共同出现在公众场合，大家都懂那个微妙的边界是清楚的。就算有点火花，也不过是粉丝们的臆想罢了，人家真的是职业关系，没走歪。可是偏偏有人非要用关系变味这类字眼，仿佛瞬间杨紫偏离了正常轨道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之前那个所谓的疑似情侣照，其实那只是合作宣传的无奈。人家杨紫自己也说了，剧组宣传那叫工业糖精，纯粹是商业操作。可是有人喜欢解读，把正常的合作都变成了暧昧，这觉察力就差那么点。而你看看这背后是啥？我说白了，满满都是粉丝们那种谁不好看就得跟我走似的执念。杨紫的异性缘好，那谁都喜欢她这种阳光可爱的性格，圈里人都知道，但能让她面红耳赤的，除非是铁了心有点特殊感情的。可李现这一去年曾经晒出合照指了指那次戏宣现场，现场气氛热火朝天，那股子熟悉又带点暧昧的感觉怎么讲？难不成真有人要误会他跟李现有啥？我看未必，李现那边人家那叫做亲兄弟情谊，还是清清白白的，就算私底下关系亲一点，那也是朋友关系，那种深厚的合作默契，不能让人一讲就以为有猫腻。再扯到李现，他可是有女朋友的小雪，圈内的正牌女友，这点大家都懂得明明白白吧？腰山，别硬说什么李现撩得很这些，不然不是给人增加麻烦。是不是有人喜欢把话题扯得太天花乱坠，让偏粉的脑洞无限放大？李现和杨紫之间那点互动，看得懂的人都知道，没啥超界的意思，最多是合作愉快，默契十足。都是成年人，别玩那种误会和炒作。说到这里，我还挺搞不懂，为什么非得把普通的同行关系毒化成什么关系变了？粉丝们的心理真是奇妙，看不得他跟别的男演员关系正常，非得要点火药味。必须承认，杨紫的圈内人气挺好的，但人家杨紫自己也说了，她的心思全在工作上，怎么会有非分之想？人家说了，剧宣是工业糖精，超级刻意的商业操作，动不动就搞得跟暗恋似的，是不是也太拼了点？我告诉你，杨紫的真心不是在那些虚的认知上，她只想把演戏做好，把作品拉高。可是有人要把她和肖战的关系讲得神乎其神，真是让人愤怒。你说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操控这个情节？是粉圈的自我满足，还是有人刻意放大小道消息？这一切就像打了个迷药，让人觉得乱七八糟。真相就是很简单，杨紫和肖战关系正常，杨紫和李现也是朋友，那份职业默契不用你我一番无端猜测去扭曲。但你要问我，这是有没有变味？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粉丝们自己制造的关系危机。毕竟，人家杨紫说了，圈内不少人聊得来，合作多年，哪会有什么特别的？可偏偏有人喜欢把所有关系都往关系变化上拉，把正常的合作关系无限放大。
这到底算不算一种自我封闭呢？这么操作，粉丝真不翻车？真的以为自己对偶像的慈善事业还能一直稳定？算了吧，那些所谓的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脑袋，真是让人莞尔。反正我觉得，杨紫的个人情感世界，就算有些朦胧，也不该被这帮热搜裁判随意剥夺了正常的边界感。真就这么过去了？不，有朝一日粉丝们还会再掀这波操作，继续把关系变了的话题扯得天花乱坠吧。有的人就是喜欢让自己活在幻想里，搞得挺像缺了点什么似的。你看，最后还是闹到这份上，谁都笑不出来，唯一笑的可能也不过是那些被放飞自我的粉丝脑袋罢了。杨紫肖战关系一变味，秦俊杰背对无辜，真正原因是李现太能撩。娱乐圈的故事总是被外界添油加醋，越转越离谱。最近有消息称，杨紫和肖战的关系似乎变味了，甚至有人把秦俊杰、李现也牵扯进来，一时间网络上议论纷纷。但细细分析，这其实更像是粉丝情绪和八卦心理的产物，而非事实本身。关系变味的流量套路。杨紫和肖战因为合作剧集而联系紧密，剧宣期间两人配合默契，互动自然，甚至在一些场合表现得像好兄弟。这种氛围原本是正常的宣传节奏，却被部分粉丝和营销号放大，硬生生套上了暧昧变味的标签。殊不知，这些解读本质上就是炒话题的流量操作。杨紫自己早就直言过，剧宣就是工业糖精，观众看到的甜蜜互动，往往只是工作需要。但偏偏有人喜欢把戏里的情节搬到现实，把舞台上的默契当作生活中的暗示。久而久之，舆论就变了调，本来纯粹的合作关系，被硬生生抹上一层暧昧色彩。秦俊杰躺枪的无辜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秦俊杰也被拽进来背锅。他和杨紫早年有过恋情，但已经是过去式，两人各自走出了新的轨迹。如今却有人非要把关系变味的话题拉到他身上，说什么杨紫和肖战走近，秦俊杰被冷落，甚至有人在评论区指责他不够大度。这完全是无的放矢。秦俊杰现在的定位是专注作品，他早已淡出所谓的感情八卦，但粉丝们似乎不肯放过，总喜欢把旧事翻出来添堵，搞得他成了无辜背锅侠。李现的撩与误会，真正被热议的是李现。自从《亲爱的》热爱的大火之后，杨紫和李现的 CP 感一度深入人心。两人在公开场合互动时，确实有几分轻松与熟络，这种氛围容易让人误会成暧昧。尤其李现本身性格直爽，聊天时爱开玩笑，给人一种很会撩的感觉，于是部分观众就脑补他们关系超越了朋友。然而事实上，李现早已有稳定的感情生活，圈里人都清楚他与小雪的关系。杨紫和他更多的是朋友式的合作默契，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般复杂。只是粉丝的脑补和媒体的放大效应，让一切都显得暧昧不清。粉丝的心理博弈，为什么普通的合作关系总会被解读成关系变味？答案很简单，粉丝的占有欲与幻想。很多人无法接受偶像和异性正常交往，哪怕只是宣传合照、舞台互动，也会被视为威胁。于是，他们要么强行磕 CP， 要么极力拆 CP， 两种情绪对立，才造成了如今混乱的舆论环境。对于杨紫来说，她的性格开朗大方，异性缘一直不错，这既是她的优势，也是她频频被卷入绯闻的原因。每一次合作，她都能和对手演员建立良好关系，但在外界眼里，这往往被误读成暧昧。粉丝的敏感与媒体的推波助澜，最终酝酿出一场又一场的关系危机。真相其实很简单，抛开流量和八卦，真相其实简单得很。
杨紫和肖战关系正常，工作伙伴加朋友，没有所谓的变味。秦俊杰早已是过去时，不存在什么被冷落的戏码。李现只是朋友式互动，被解读成撩，更多是观众的过度代入。杨紫本人多次强调，她把重心放在作品上，不愿被感情绯闻牵绊。她明白，在娱乐圈这个大环境下，演员要想走得长远，靠的不是所谓的暧昧热度，而是作品的质量与口碑。娱乐圈的八卦往往不是明星制造的，而是粉丝与媒体合力塑造的。杨紫与肖战的所谓关系变味，不过是粉丝的臆想和炒作。秦俊杰的无辜躺枪，李现的会撩人设，都是这场风波里的副产物。真正值得关注的，应该是演员们的作品，而不是捕风捉影的八卦。毕竟，戏里是角色，戏外是生活。把两者混为一谈，不仅伤害演员，也让观众陷入无休止的幻想。与其沉迷关系变味的虚假剧本，不如静心等待下一部好作品的上映。